大家好，我是小浪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旅行保险的公司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国内购买旅行保险。出国旅行，我非常强烈建议各位给自己购买一份旅行保险，尤其是你短期的商务或者旅行，你是短期签证，所以在当地没有医保，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，看病的花费是非常昂贵的。今天要介绍的这家公司名字叫 Safety Wing， 为什么推荐它呢？因为它是唯一一家在旅行禁令期间仍然可以投保的公司。当然，在俄罗斯、朝鲜等地旅行是不能投保的，在国内旅行也是尚未覆盖。希望在未来 COVID 结束后应该会覆盖。我现在演示一下产品展示。这里的 Nomad Insurance 就是游民保险的意思，比如一些旅行博主特别适合购买这个保险。这里显示的价格是$42一个月，但是如果你要包含在美国旅行的话，价格会多$35一个月，其实算起来也不算特别贵。注意下面有一个星号的说明区域，这里的意思是$250是免赔额。什么叫免赔额呢？比如说你看病花了$1000，其中的$250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，剩下的才是他们报销给你$750，这是比较常见的，因为也怕有人串通骗保。最高可达$250,000，年龄限制在18至39岁，其实限制也不算太多。如果你是其他年龄段的话，可以点击这里，但是价格的话就会贵很多了，毕竟18岁到39岁恰好是年轻力壮的时候。小孩子的话，从出生15天就可以开始投保，但是需要绑定大人一起建立组合投保。其他的最高年龄可以保到69周岁，但是价格也比较贵了，毕竟老人的疾病风险会上升。这里我们需要注册一个账户，由于我已经注册过了，所以我直接略过了。界面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输入你需要投保的起始日期，当然你要是长期旅行的话，也可以不勾选这个结束日期。是否包含美国的保险服务？由于美国看病价格昂贵，所以包含美国的话，保费就上升了。这里我想说明一下的是，这个保险不包含癌症、既往疾病以及高风险运动的，但是牙科却包含，这点非常好。因为在美国看病，据说牙医不被包含在内，不过要注意是紧急牙科，而不是普通牙科。其他就是旅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无法预料的事，比如行程中断，这种比如说战争引起的中断，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旅行延误、托运行李丢失、紧急响应，其实这些是次要的。因为我之前推荐过一些国内的信用卡，不但免年费，还能免费保障这些国际旅行延误。这里我勾选了从2023年的元旦到2023年的4月1日愚人节，一共91天，价格是$249.34，就算$250计算吧，大约折算下来是$2.7，大约就是一包烟的价格。因为我这里包含了在美国的保险，如果我仅仅是去加拿大的话，大约是5.4折，差不多一天只需要$1.5。你觉得这个价格如何呢？这里需要输入个人的信息、手机号码以及性别以及受益人的姓名，几乎也就是收款人的姓名。这里是让你选择需要去的国家，我这边选择了整个北美地区，加拿大、美国和墨西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添加更多国家，反正价格是一致的，只有包含或者不包含美国的时候，价格才会发生变化。这个步骤是关于增加小孩和家人的，我这边直接跳过了，以个人旅行来演示。这一步是关于信息的一个确认页面，确认无误后点击这里，然后下一步。这里就是付款页面了。付款的话，你需要提前付款，然后如果你要取消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的，哪怕你是在订单生效后，中途旅行中取消也是可以的，这点非常人性化。取消后的退款金额也是按照比例来划分退款的，这一点很良心，相当于按日计费收取了。右上角可以点击寻找医院，这里有一个告示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为了更简单的审核步骤流程的话，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，电话可以通过 Skype 拨打，而且这完全是免费的。然后你可以被告知什么医院是他们快速审核的，你可以去那边就医。我把网页翻译了一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关于理赔的话，这里也非常简单的步骤，提交上传一切的纸质材料，包括就诊单以及收据发票等，然后你会在3个工作日后收到确认信。最后的审核不会超过45天，注意这个45天是自然日，一般1个月内就可以收到理赔款了。收款的话，不仅仅是可以银行卡收到电汇的汇款，也可以添加 PayPal 账户收款，
因为我们已经在注册的时候添加过自己的 PayPal 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比如你今天去看病花了$100，第二次看病花了$300，它是可以叠加计算的。你也可以先把这$100的单据上传，它会从$250的免赔额中扣除，下次就是$150的免赔额了。这样第二次看病花了$300，你就可以获得$150的理赔款。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吗？